小番茄買回來不要直接吃，今天搭配幾個雞蛋，分享一道好吃又營養的下飯菜。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今天花3元錢買了500克小番茄，用剪刀把番茄一個一個的剪下來。小番茄比大西紅柿營養可不一樣，小番茄的維 C、番茄紅素以及花青素的含量更高，而且果肉緊實，糖分足，酸甜味更濃郁。把地部全部處理一下，然後再清洗乾淨，然後再簡單的給下刀。因為今天的小番茄個頭比較小，而且特別的鮮嫩，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去皮，對半切開之後切成小塊一些，因為這種小番茄的含水量達到 80% 以上，也不需要切太小，全部處理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了。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小把白玉菇，去掉根部。白玉菇營養豐富，而且口感脆嫩，在煮制的過程中還能散發出一種很濃郁的菌菇香味。把粘連在一起的分開來，這樣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處理好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我喜歡加入一小把蟹味菇，首先把根部切下來，把粘連在一起的同樣也分開來。全部處理好和白玉菇放在一起，因為菌菇生長在潮濕環境，難免有一些蟲卵或者是細菌。往裡面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然後倒滿多一點的清水，我們要用淡鹽水來清洗一下，這樣可以有效的去除表面的一些雜質或者是細菌。清洗完第一遍之後，我們要多淘洗2遍，然後再控乾水分，放在盤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幾個青辣椒，去掉辣椒籽和辣椒瓤，把青椒切成小條。這種青椒沒有什麼辣味，主要是用來搭配顏色。接下來準備幾粒去皮的大蒜，用刀拍一下，然後再切成稍微粗一點的蒜末，切好放在小碗中。接下來一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切成薄片，再切成薑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點的薑末。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。準備小把洗淨的香蔥，今天我們只要蔥白部分，把蔥白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，切好和薑蒜放在一起。接下來往碗中打入幾個雞蛋，雞蛋的數量也是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來定。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，使蛋黃和蛋白完美的融合。準備一鍋開水，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。我們要提前把菌菇焯下水，水開以後把菌菇直接倒在鍋中。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菌菇裡面的草酸和異味。食鹽可以提前入下底味，食用油可以锁住菌菇的營養和水分不容易流失。煮制的時間大約在1分鐘左右。如果時間太長，菌菇的營養很容易流失，而且口感也会大打折扣。煮成视頻中這樣直接控水備用。另起鍋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把雞蛋液直接倒在鍋中，稍微的推動一下，使雞蛋液快速的凝固。雞蛋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蛋白質的主要来源。喜歡吃老一點的，我們就多翻炒一會兒；喜歡吃嫩一點的，我們炒制的時間不需要太長。炒制成視頻中這樣完全定型，充分的炒出香味，盛在盤中備用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
把切好的西紅柿丁直接倒在鍋中，切好的蔥薑蒜末也倒在裡面，開大火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西紅柿炒出沙。要想西紅柿快速炒出湯汁，往裡面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因為食鹽有很強的穿透力，可以使西紅柿快速炒出湯汁。這也是飯店不外傳的小技巧，大家也可以收藏起來。整個過程大約在3分鐘左右，我們要不停地翻動，使每一塊西紅柿都能夠受熱均勻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西紅柿慢慢地炒出了湯汁。接下來把菌菇直接倒在鍋中，炒好的雞蛋也倒下去，開大火翻炒均勻，使菌菇、西紅柿、雞蛋幾種食材完美的融合。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白糖，中和一下西紅柿的酸味。這裡就不需要添加食鹽了，少量的生抽醬油，其他什麼調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。把切好的青椒絲也倒在裡面，因為這是一道典型的養生菜，不需要過多的調味料，我們吃的是食材的本味。分享一個小技巧，所有的菌菇我們一定要焯下水，因為在焯水的过程中，菌菇裡面的水分已經完全的逼出來了，在炒制的過程中就不容易出湯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朋友炒出來水汪汪的一個重要原因。炒制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一道營養又下飯的西紅柿雞蛋炒菌菇就這樣做好了。紅彤彤的小番茄酸甜爆汁，白玉菇嫩滑爽口，蟹味菇鮮醇回甘，每一顆菌菇都裹滿了濃郁的番茄湯汁，金黃雞蛋軟嫩入味，搭配青椒提香又解膩，色澤鮮亮顏值高，口感清爽不油膩。一人拌米飯能夠多吃2大碗，荤素搭配，營養又好吃，老人小孩都喜歡。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的簡單，廚房小白都能夠輕鬆的複製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另外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好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